哇，哎呀，你怎么啦？没事吧？哎呀，最近啊，我每走2步路啊，骨头就好像在抗议哎，你说是不是？年纪大了，我的骨头罢工了。哎，你该不会是骨质疏松症找上门吧？啊，骨头这么硬，怎么会松呢？骨头也是会变脆变空洞的吗？特别是女性啊，是高风险族群啊。真的假的？嗯，那今天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聊一聊骨质疏松症。年纪大了才会患上骨质疏松症吗？跌倒骨折、驼背变矮，可能都是骨质疏松症惹的祸。补充维生素 D 有帮助吗？骨质疏松症会致命吗？全都在这一集的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今天我们要聊的骨质疏松症，也被称为隐形杀手。哎呦，为什么会有这个称号呢？就要问一下专家哈。马上欢迎骨科外科医生蔡俊发医生，以及我们2位嘉宾李美花花姐，还有刘千毅千毅大哥，欢迎3位，来，请坐，请坐哈。哇，今天聊到这个骨质疏松症，先问一下2位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啊？其实我每一年都有去做肠年检查。那么去年呢，他们就建议我去做一个 bone density scan， 就证实我有骨质疏松症。那千毅大哥呢？我没有做过什么骨质疏松症的检查，所以我自己认为我没有骨质疏松症。我今天就来听听怎么预防骨质疏松症。到底什么是骨质疏松症？骨质疏松症是一种疾病，可以导致骨骼变得比较脆软。OK， 这个模型呢，这里就是模仿正常的那个骨的结构。当骨质疏松症发生的时候，骨梁它就变得比较细小，比较细，骨的那个质地就变得比较脆软。OK，总的来讲的话，就是这会比较容易导致到脆性的骨折。现在我们既然对骨质疏松症有一个基本的概念了，不然这样好了，我最喜欢考你们，考大家。又考题啊！来一个迷思的问答。好，第1题，女性呢一旦停经患上骨质疏松症的几率会大大的提高，真还是假？真哇，3位都很有信心。我上网查过，所以我知道这个答案是对的。因为女人停经过后呢，总是会有很多问题啦，所以可能这个就是其中，对，会导致骨质疏松症。答案是真。哇，太对了，猜对，发现是真的。女性停经过后，那个雌激素大量的减少，这个雌激素呢，对于促进骨的新陈代谢。当雌激素减少，造骨的速度就降低，骨骼就会逐渐的流失。更年期的期间，这个骨骼的那个密度会下降大概18%。在更年期过后的5年，那个骨的质地还会再下降多10到20%。哇！就总的来讲是更年期后5年可能可以下降多20%，这个就足够导致到骨质疏松症了。根据研究，我们50岁以上5个女性就有1个会患上骨质疏松症。哇！男性的话，15个有1个会患上骨质疏松症。迷思2，乳糖不耐的人可以喝这个天然的豆浆来补钙，真还是假？因为乳糖不耐不能够喝牛奶，他们喝牛奶就可能会拉肚子。OK， 有很多人他没有办法吸收钙质 ，OK 因为他不可以喝牛奶，然后他们就去喝豆奶。可是问题是豆奶好像是主要是蛋白质比较高，对吗 ？OK， 我没有听说豆奶有钙质。OK， 我是觉得有些人不喜欢喝牛奶嘛，就好像我从小都不喜欢喝牛奶。OK， 那我们喝什么？我们喝豆浆咯。豆浆。我从小就是喝豆浆咯。所以呢，你看骨质疏松症因为没有那个未必。花姐是觉得豆浆是可以补钙啦，她意思是这样。对，答案是假。你对了。天然的豆奶是含有一些钙，可是很有限。如果一直喝天然的豆奶，是不可以补充每天所需的钙质。我们需要的就是有加钙的豆奶，或者有加钙的牛奶才可以补充每天所需要的那个钙。一杯新鲜的牛奶，含有150到200毫克的那个钙，可是有加工有包装的牛奶或者豆奶，一杯250 ml 的话，可以有500毫克的那个钙，就是 double 双倍。对，哇，所以听医生讲真的，
天然跟包装的，不管是豆奶还是牛奶，反而是喝包装的话比较能够补钙。对不对？对。好，来第3题，喝咖啡会影响钙质的吸收，真还是假 ？OK， 来3位都是真哈，来，好像有听说过了吗？哦，就喝咖啡会影响啊，不要喝太多，不要喝太多。对 OK， 对，不只是喝咖啡，喝茶也是，就是咖啡啊、茶你喝太多，影响到骨头啊。答案是假。咖啡含有咖啡因，咖啡因有利尿的作用，可是利尿不代表钙质大量的从尿道流失排出是吗？所以临床是证实咖啡因其实不会导致到骨质疏松症或者大量的钙质流失。好，那最后一题哈，维生素 D 呢有助于钙质的吸收，降低骨质疏松症的发生率，真还是假？好，这送分题来的，送分题。为什么送分？来解释。对，每个人都在强调那个维生素 D 的重要性嘛。那你一定要晒太阳，然后维生素 D， 然后你才可以看见你的骨骼。只是吃钙片好像身体不太会吸收，所以你吃钙片呢，也是你可以晒太阳，或者是你要吃那个维生素 D。我也是听说的，我听说哈，这个维生素 D 啊，有帮助这个钙质的吸收。答案是真。维生素 D 它的主要的功能就是促进小肠将钙质吸收在体内。它的另外一个功能就是能把钙质吸收在你骨骼里面，就是有 bone mineralization 的作用使到那个骨骼比较强硬。所以维生素 D 可以从饮食方面，比如说牛奶三文鱼、鱼肝油、蛋黄等等都有。最重要也是要晒太阳，因为5分钟到10分钟的那个太阳，我们的皮肤就能产生维生素 D。单在新加坡缺少维生素 D 的大概有48%。哇，将近一半呢。那这么看来，其实喝牛奶跟晒太阳对我们的骨骼都是好的，特别是步入中年之后更是要好好的补一补哈。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哈，就是我们 Kim 姐哇3分，3分对，那花姐跟千大也不错也是各获得2分。那其实一说到这个骨质疏松症啦，刚才 Kim 姐也是有提到说是隐形杀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名称啊？因为骨质疏松症其实没有症状。当我们发现有骨质疏松症的时候，其实脆性骨折已经发生了。骨折之后呢，会不会恢复原状呢？是会的，比如说上肢骨折了过后，接受治疗，比如说手术或者打石膏，通常恢复的能力是非常高的。很多人都能恢复大概80到90%，有些完全恢复也是有。一直到下肢的话，盆骨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手术过后接受治疗还能恢复60到70%。好，欢迎王邦旺中医师加入我们的讨论哈。那想请教一下王医师啊，就是中医的角度是怎么看这个骨质疏松啊？中医把骨质疏松症分成3期，就是骨枯、骨萎和骨闭。骨枯它是骨髓空虚，骨质干枯。OK， 骨枯就是侧重微关结构的破坏，骨萎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骨质疏松症，它就是骨骼微软无力，但容易骨折。骨壁突出的表现就是局部疼痛、活动受限，它就是骨质疏松加骨骼变形、关节畸形。中医认为，骨质疏松是肾虚加脾虚加气血不足共同发展而成的。肾它有促进骨骼生长发育和骨骼健康的功能。OK， 中医的肾理论不是单一的肾，单一器官，它是包含了生殖系统、泌尿系统、内分泌和骨骼的总称。OK， 脾虚是我们的消化系统吸收功能不好，不能很好的吸收我们的营养和钙质，所以会造成肌肉松软无力。OK， 那因为气血供应不足，造成骨骼无法得到很好的濡养。因为肌肉、骨骼跟气血，它是一个相生互补的关系。哪一些人是比较容易患上骨质疏松症呢？骨质疏松症的启发因素有体重较轻、喝酒、抽烟、
OK，类风湿、长期服用类固醇或者长期的糖尿病等等。糖尿病它会导致钙质逐渐的流失，患上5年以上的那个糖尿病，对，特别是那个Type 1 diabetes 的话，脆骨的几率会高达3到40%，特别是臀部的骨折的几率会增加到80%。哇哦！那如果说年纪轻轻的话，也会有机会患上骨质疏松吗？会，骨质疏松症不是老年人的疾病的。年轻人通常是有某种因素，男性的话就是那个雄性的荷尔蒙减少，就是荷尔蒙失调的问题。OK， 或者患上某种类风湿或者某种疾病，需要长期服用类固醇，就会影响到。对，30岁以后骨量就开始流失。哦，那我们从父母遗传真挚之基，造成了我们的体型发育成长。这个就是中医的体质遗传基础。当他的父母有骨质疏松的话，孩子年纪轻轻就会腰酸背痛啊，容易疲劳啊，头发早白啊，这些就是骨质开始流失了。然后一些减肥过度、体重过轻的人，或者是美白防晒过度、缺少维生素 D 的这些人，都可能引起早年的疏松。那我们要做什么检查才可以诊断出自己是否患有骨质疏松症？ International Osteoporosis Foundation 它的推荐就是以这个 DEXA scan 来测量那个骨骼的密度。这个 DEXA scan 就是一种特别的 X 光，它是照射在那个臀部还有脊椎骨，才可以测量那个骨骼的密度。所谓的 bone mineral density scan。OK， 那是几岁适合？IOF 现在是推荐女性65岁以上，OK， 男性70岁以上就应该做一个检查。如果附有高风险的症状的话，就应该在65岁以下就开始做这个检验了。这样，中医一般可以透过视诊合参，就是望闻问切，和体质辨识，还有患者的那个体征状态，生活的特性，来综合分析，最终得出它的定型和诊断。典型的症状有腰背疼痛啦，但是它的主要的征兆是隐性的痛，就是隐隐的痛，不是那一种很强烈的。操劳的时候它就痛得比较厉害，休息它就缓解。那还有就是身形的改变，身形改变就是它可能身高缩短啊，驼背啊，然后还有那个颈项就是不能抬起的那一种，还有龟背。很多时候这个是脊柱侧弯的，也是啊，那个是肾水不足，不能够支撑它的骨骼。还有那个齿摇发脱，就是我们的牙齿松动容易掉啊，头发白呀，然后很脱发，这些是肾水不足的。哇哦，王医师这一大碗黑溜溜的好料叫什么？黑豆润和羊骨汤。哇，用什么食材啊？主要是黑豆30克，它含有高蛋白质。竹地30克，它是滋阴补肾的药；巴戟天15克，它是很温和的补阳药；白术15克，有解腻和健脾利湿的作用；3片姜有开胃和调味的作用；还有肉骨300克。煮法就是将黑豆泡水1-2个小时这样，然后过后我们把这些药洗干净，排骨穿烫一次之后，加进去里面一起煮1个半到2个小时。适量的水，最后可以加一点盐。中年以上的人，或者是更年期后的男女最适合。对，那一些有骨质疏松偏向的人也是可以。小孩子尽量不要吃。小孩子不要。小孩子不要。那20-30岁呢？我的孩子20-30岁，这个是可以吃的。那多久煮一次来吃呢？1个礼拜煮1次就够了。对于老年人那些便秘啊、小便不通畅的人，效果很好，因为它有补肾水。那个黑豆的味道其实很香，很清甜呐，是没有那个药味。那其实骨质疏松症呢，我们聊这么多我相信很多人想知道说有什么治疗方法，有办法痊愈吗？骨质疏松症一旦诊断过后，我们就要开始给那个骨质
回升。这个通常我们用药物来控制。OK， 用药物来提升那个骨骼的密度。这个药物可以口服的药，可以打针。打针有好几种。OK， 各有各的好处，有各的不同的有副作用。那打针是打进那个骨吗？打在表皮下面。打在骨很恐怖呢。我是在想说打进那个骨。OK， 但是还是要补充钙质、维生素 D 啦，对，每天要摄取足够的那个钙和维生素 D。中医治疗骨质疏松症呢，就是方法就看病情来决定选用哪一些方法。当然内服中药是一个比较方便又有效的方法。通常会用到像隐阳藿啊、骨碎补这些补身药，它能够调整我们的代谢平衡，增加骨密度 ，OK， 还有那个骨小梁的数目，使它的骨量流失放慢。那针灸呢，一般是针刺在那些疼痛的地方和周围的穴位，它是刺激它的神经系统，使它重新启动。还有拔罐的方法，它可以使局部或者是大面积的充血，唤醒我们的那一个修复系统。那还有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柔性的推拿，就纠正它的骨骼错位，它可以恢复我们的正常的生理的那一个状态。治疗一般要3到6个月的时间，它效果是不错的。OK， 但是治疗这个东西要趁早啦，别拖骨量流失的时候你可以补回来，但是如果像蜂窝这样的时候，你就是要防止恶化。从我们的这个饮食起居和日常生活中，要怎么样做才可以预防骨质疏松症呢？中医里面，因为它肾主骨生髓嘛，所以保养肾气是重中之重。所以你必须要避免熬夜啦、酗酒啦，不能太长期劳累，而且你要每天针对性的摄取一些比较好的营养来补充。在饮食上呢，就是食物必须要很全面的，然后不要大吃大喝，伤到你的脾胃，那就会造成你的吸收功能上的障碍。运动一定不能少啦。我就是谈3点。第一点，运动，医师讲的运动是，特别是负重的运动，还有给肌肉强壮的运动，比如说举重啦，增加肌肉组织的维持，不要给它萎缩。第二点就是饮食方面要均衡，饮食方面也就是要包括钙质。第3点就是摄取充足的维他命 D，这个钙质才可以容易吸收。不要忘记我们要晒太阳。医生，你刚才有提到嘛，维生素 D 就多晒太阳，那钙质要怎么吸收呢？通常是牛奶、豆类，奶制品，鱼鱼肝油鸡蛋，这些都能摄取一些钙质。如果钙质不充足的话，就要吃那个钙片。50-60岁以下，钙质需要800毫克。更年期过后就要到1000。假如已经患上骨质疏松症了，那才来吃钙片有用吗？来得及吗？不晚了，不晚，完全不不无小补了哈。对啊，像我呢，我每天至少会喝1杯牛奶，OK， 而且喝的是那种高钙的，来补充营养，OK， 这样让我的骨骼会更加健康，那我可以走更远的路。是，医师，请问有没有适合预防骨质疏松症可以在家里做的运动？有的，今天我在这里介绍一套少林易筋经。好，那现在我们都就定位置，我们请王医师来解释一下这个少林易筋经，那其中几式啦，然后在家看节目的朋友也可以一起做。第一式，双脚跟肩齐，好，然后手肘微曲 ，OK， 手掌向下，好，头部向前，手指往上翘，手掌跟往下按5秒钟，然后你就可以放松 ，OK， 放松，然后再来一次。刚开始做建议是7次的，每一次7次，因为太多我们肌肉会很疲劳，承受不住。一松一紧是算1次对，不需要用很大的力，只要你的意念到那边，你把动作做齐了就可以了。它就是收紧我们的肌肉，把我们的骨骼给抓紧。它虽然有12式了，可是我只在这里示范4次。OK， 那第2式呢？第2式手往前，那个大拇指放进拳头里面，然后手肘微曲，
拳头握紧的时候，往前挺进5秒钟，推到顶吗？啊，推到顶，推到顶。哦，拳头捏越紧就越好。哦，越好，放松，放松，身体也要放松。哦，再来一次，往前，全身就绷紧啊。哇，这个有练到肌肉哈。啊，有练到我的脸的肌肉。对。哦，然后5秒，你放松。放松。OK。也是7下，也是7下，哦，慢慢增加啦，14下、21下，好，最多做到49下，49下啦。第3式是这样 ，OK， 哦，手也是大拇指，也是大拇指这样，哦，也是在里面抓紧的时候，胸往前推，手要打直啊，对，打直，然后放松，再来啊，往前抓紧。也是做7次 ，OK。然后第4式就是大拇指放外面，在外面。我们要想说哦，我们现在是好像拉横杆这样，身体要往上引伸上去。好，拳头一握紧的时候，我们的后跟就往上拉，脚后跟然后手往下拉，但是不是真正的往下拉，就是有一个依恋，然后放然后再来捏拳头往下拉。后跟一定要翘起来 ，OK 放好，所以在家里平时没事都可以自己做了，可以啦。年纪比较大的人，体质比较弱的人，最好靠墙来做，比较安全呐。不过今天也是要感谢医师跟医生分享很多资讯，很宝贵，让我们学了很多哈。是，最重要的是呢，让大家认识骨质疏松症，不要让我们的骨骼在不知不觉中慢慢的退化。说得好，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骨头啊，就要从饮食、阳光还有运动做起。再次谢谢我们的医生跟医师，谢谢林美花姐，谢谢大哥，谢谢。好，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下次见，拜拜。